太阳变成血色的第3日，动物开始变异成诡秘的怪物，本还在相互厮杀的人类彻底分崩离析，苟活在一个个据点里。直到人类开始进化，根据能力的强弱划分成3、6、9等，那些迟迟年龄进化的人类只能被赶出据点，而我就是一个被赶出据点的流放者。就像其他被赶出的人类一样，我应该活不到看见第2天的血色太阳。小菊，你还活着？请把老子放下！我是救了你，可这不是你僭越我的理由。你也变异了？刚才那光难道是你？身为世界的主人，之前不过是被这灵气日益消陨的世界暂时束缚住了能力。果然，这破猫一直把自己当成主子了。不过刚刚那束光怎么看起来特别像觉醒圣光骑士后才能用出的圣光？难道这猫觉醒了 SS 级能力圣光骑士？随着灵气复苏，我要再次一统世界。你作为一直伺候我的仆人，我在灾变前抛弃你确实是我的不对，但你能苟活到现在也算有点本事。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接受你继续做我的仆人。我要是知道这死猫这样看我，我就多揍他几次了。不过要是有只 SSS 能力的猫在身边，我岂不是我得试试它的能力？尊敬的世界之主，我是愿意继续服侍您，但如今世界残破，坏物横行，我得看到您确实有值得我为您效力的能力才行。非常合理的要求。我身为世界之主，并不吝啬向你们这些凡人展现一些威能。看好了，他在我家的时候怎么没变成这样？尊敬的世界之主，您谦卑的仆人愿意继续为您效劳。刚才小菊展现出的能力绝对远超 SSS 级，哪怕我能利用1成，都足以让我在所有据点横着走了。我必须想想办法。主人，说你想要开启一统世界的大业，我倒是有个很好的提议。我卑微的仆人，说话前请三思。身为世界之主，我真的需要你这种下等仆人的建议吗？要不是看在以前的交情和你现在 SSS 级能力，我早就……伟大的世界之主，你一定明白，人类虽然弱小，但内心极其奸诈，与他们打交道会污染您伟大的内心。不如你让我来当你的话事人，承载你的能力，对付这些小人。而你最好变成人形，在我身后深藏自己。您谦卑的仆从已经做好准备，愿意随时为您赴死，以助您完成一统世界的大业。希望这只傻猫只觉醒了能力，没有觉醒智商啊！你说的没错，我身份尊贵，不应太高调。我接受你的提议，以后我的话还有能力，都会通过你的身体来展现。你只要继续服侍我即可。客官，这里不收闲人。哼，一看就是个白板佬，还想进江城最大的安全据点。鼠目寸光的人类，你们知道你们面对的是谁吗？圣光召唤！难道他是3S级能力圣光骑士觉醒者？又疯了一个。小菊，不是2个卑微的人类罢了，还用不着我发动能力来证明什么。赶紧离开这里！这火箭可不长眼。主人，虽然您不需要亲自动手，但若想将这个据点的人类交入麾下，借助我来展示您的能力，还是有必要的。毕竟这些人类都比较愚笨，只能靠蛮力征服。真是麻烦！我困了，要睡一会儿，等我醒了再说吧。你要坑死我吗？
你们玩真的？哼，这个傻子是做什么的？他扬言自己是什么3S 觉醒者，不过好像是精神有点问题啊。让他进来吧。我的父亲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尝过新鲜的食物了。真是麻烦。我已经将自己能力的权限借给你，你可以使用我30%的能力，每天可以使用1次，剩下的我就不管了，交给你了。是时候为你们的无知付出代价了。请问，您一个3S 级能力的觉醒者，为何会流落旷野呢？我既然能力强大，便不想拘泥一方，需要帮助更多据点渡过难关，统一据点，建立更强大的人类共同体。我还有一个疑问，3S 级能力觉醒者极为罕见，已知的几位都在皇家联合据点任职，你也是从那里出来的吗？我对公职没有兴趣，也从未过多暴露自己的能力。我这次来到这里，纯粹就是为了帮助你们，当然也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。您真伟大，我的父亲据点的首领希望亲自见一见您，他就在那里，你们快过去吧。好的，女士，我们现在就去见首领，期待我们的好消息吧。你可真会挑地方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觉醒者吗？应该不会害怕废墟吧？我的父亲早已被感染，他吞噬了整个据点。要么你找到他，解决他，要么就成为他的目标。无药可救的下人，在我的身边竟然会害怕。我已经在思考是不是要收回你的能力了。你的懦弱是对我最大的羞辱。伟大的世界之主，请不要收回我的能力，我这不是怯弱，而是对您极度的爱护。我也不是担心自己，而是担心您的安危。我一直在配合你的计划，但你带我来的地方好像无法达成你的目标。伟大的世界之主，您看到了吧？这就是人心的诡诈。不如我们解决这里的异常，让它成为我们的战舰，这样我们需要人就会自然仰慕我们。请问您能发动一项能力，定位一下异常的源头吗？所以你只是一个什么也做不了的废物，什么事都要我自己做，要你这样的仆人做什么？至今无法相信，你作为世界之主的胸襟竟如此狭隘。请问，说我什么都能做得到了，要你这世界之主何用？还是你在害怕有比你更伟大的存在，所以你只会用语言贬低别人？虽然你很弱，但你的诡辩之术我确实用得上。找到了，跟我走。人就在里面。啊，他们是怎么死的？被孢子植物杀死的。什么样的孢子植物？就你身后那种。什么？你真的打算什么都不做吗？我需要你为刚才你傲慢的态度向我道歉。伟大的世界之主，你卑微的仆人向您道歉。他竟然真的是3S级觉醒者！通知皇家联合据点，他们想要的话，让他们拿出最高的诚意报价。竟然是稀有进化者3S 觉醒能力，微微那娘们儿还真给了点有用的情报。立刻跟我走一趟，这样的人要是不加入我们，就必须死在我们手上。这些孢子进入到我。
为什么这一招我不会？我说过，你可以掌控我30%的能力，但你只知道了圣光，你只见识过圣光。难道你的无知和无能是我的过错？你到底还会多少种法术？我是世界之主，我会所有的法。难道他真的是世界之主？小子，如今的3S 觉醒者按照规定都要加入我联合军，你这种算是散修，危害极大。我看你力还可以，现在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要不要加入？这些都是皇家联合军的人，我们最好别惹他们，不然你再厉害也没法一个人对抗军队。军队就是全世界的人都来，我灭他们也是一念之间。告诉他们，要么认你为王，要么就地受死。你确定吗？卑微的奴仆，你就按照我说的做。你是在质疑我的实力吗？喂，我跟你说话了，你老是盯着那只猫做什么？你是哑巴吗？我的耐心可是有限的。请问你是哪位？我是皇家联合军第3军队长雷静，3S 级火元素觉醒者。请注意你说话的语气。我看到你的能力了，你不过是个进化者，我的火锤一锤就能干死。问他一个问题，是不是刚才那个女人告诉他我们在这里的？原来如此，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？是不是附近据点里有个叫微微的女人告诉你的？你们的一个位置，她就可以得到3000金币。你真以为在末世金币比信用更值钱吧？我没有问题了，让他们拜你为王吧。好的，我没有问题了。现在我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拜我为王，要么就地受死，你自己选吧。现在打个响指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这冰霜竟然能冻碎火锤，这火锤可是一件绝性物品啊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是认我为王，还是就地受死？或许你有些本事，但你要明白，你对抗的是整个联合军。3S 觉醒者在联合军里随处可见，你已经被我认定为危险人物。只要我一声令下，军队过来，你将死无葬身之地。让他随便叫人来。你确定？闭嘴！我说怎么做你就怎么做。雷队长，我看你是在联合军领地的时间待得有些长了。今天我来就是粉碎你们联合军的幻觉的。我给你时间让你叫人，能叫多少叫多少，只要来我都奉陪。你真是一个爱给自己加戏的弄臣。即便你是3S 级觉醒者又怎样？在绝对实力面前，你不过如此。现在你满意了？卑微的奴仆，我非常满意。你果然没有说谎。这些如同蝼蚁一样多的劳动力，都将为我们所用。现在你还因为自己是3S 级觉醒者而傲慢吗？我最擅长整治你这样的人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要么臣服于我们皇家联合军，要么你只是个炮灰。这个世界太大了，3S 觉醒者有的是，杀死我不心疼。我也最擅长整治傲慢，尤其你这种自以为是的家伙。你不会真以为我会怕这些喽啰吧？伟大的世界之主，我丝毫不怀疑您的努力，即便是对方如此突出的实力，我认为您毁灭他们也是在一念之间。现在是否可以动手了？我都说了，他们都
会为我所用。我为什么要杀他们？告诉你面前这个莽夫，现在立刻让所有人给我下跪臣服！你天世界头铁的3S 觉醒者，他们单独的实力或许真的很强，但最后不也是臣服你？而且今天这个怎么看也不像是能耐多大的，至于大动干哥让我们都过来吗？卑微的奴仆，你要明白，我之所以还留着你，就是因为你的诡辩术还算可以。现在就是你发挥自己能力的时候了，你要展现出我们救世主的威能，从语言上让他们留下怜悯，其他的事情我自会处理。已经败给我的小废物，是谁给你的勇气，让你这样跟我说话的？我也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要是现在跪下效忠于我，我可以免你一死。我算是明白了，我承认你有点能力，但不多，因为你的智商限制了你。你不过是个自大的疯子，我们皇家联合军不需要你这种垃圾。开始充能，3秒后，我要瞬间灭掉他。伟大的主人，难道到了这种时候，你还是不打算出手吗？我说了，他们已经是我的财产了，我为什么要破坏自己的财产？那你就要他们打死我吗？队长，充能完毕，开火！开火吧！虽然我不想动我的资产，但让他们心甘情愿的臣服还是必要。孢子传播者这种东西已经灭掉了数十个大型人类聚集地，而且只需要一个就能灭掉一整个人类庇护所。因为只要打爆他们立刻就会爆射出孢子，人灵前还没法治愈那种孢子的侵袭。而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？停止开火！停止开火！长官，来不及撤回命令了。派出所进来救我！所有废弃，驶离该区！不用怕，我的仆人，我已经让你免疫这种孢子。所有被孢子触碰的飞船不允许返航，不能把孢子传染带回去。带回去又怎样？几乎全部的联合军都在这里了。这次我们真是要全军覆没了。雷金队长，刚才的豪言壮语去哪儿了？连一个孢子入侵都对抗不了，哼，你哪来的勇气对抗我呢？而且我本来就没有惹到你，你却主动来挑衅我。你怎么没事？我身为一个自由觉醒者，你们联合军凭什么逼我加入？而且我这人不喜欢当别人的手下，只愿意当别人的领导者。你竟然能净化孢子病毒！我本想领导一下你们，可你们实在太弱，看来这块土地不值得我拯救。求你不要走，帮帮我的人吧！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差不多了吧？我看只要现在帮了他们，他们都会归顺于你。卑微的人类，仅仅是求我还不够，让他们跪下求我。你刚才说的那些已经伤害了我们之间的感情，如今仅仅是几句哀求，并不难挽回这段关系。你需要我怎么做，我都答应。让所有还有行动能力的人下来，跪下求我。所有飞船降落，所有还能动的人到我这里集合。
所有人跪下，祈求这位勇士帮我们对抗孢子病毒。下跪只是表达你们的诚意，我还有一个要求，我什么都可以满足。你们联合军的势力也就是在北地，所以我希望日后联合军都听从我的指挥，因为我要统一的不仅仅是北地，而是整个蓝星大陆。你们愿意吗？救命之恩，当有权相报。我雷霆可以将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你，但是否能拿下联合军，还需要说服我们最高的指挥官。哪个不是我能决定的。我治好你们后，带我去联合军驻地，去见见他。没问题。好的，你可以开始治疗他们了。你身上我残留的那些能力已经足够了。至于怎么治愈，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你操控能力的机会。卑微的联合军，接受我的救治吧。发生了什么？那个觉醒者救了我们，代价就是队长已经将指挥权交给了他。那个觉醒者到底是谁？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能力？在回到联合军的驻地前，我要先回去找那个女人算一下账。会不会好好走路？多大点屁事，让你慌成这样！刚才那个觉醒者回来了，回来了？而且他还统领着整个联合军舰队。什么？你委托我做的事情，我做到了。勇士，这些都给你，我还有很多，你要多少都可以。我帮你做事，你却想阴我，还找联合军来抓我，这真是对我的侮辱啊！联合军那些废物能抓住我吗？到最后还不是被我收编了？既然你的父亲已经死了，不如你下去陪他吧。我求你了，勇士，不要杀我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我刚从联合军那里弄了艘飞船，还缺个船上的佣人。我给你当佣人。那么，如果我有些特殊需求，你是否能满足呢？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很好，从今天起，你就在船上帮我的灵宠每天铲屎梳毛，并且保证它每天都能吃上新鲜的鱼肉。你这个废物，竟然把指挥权交给了一个外人，这是他自己能决定的吗？据说当时他们遭遇了孢子传播者大军。给他们闭嘴！立刻让舰队返航，我倒要看看是谁有这个能耐。队长，最高指挥官要见你。他来的正好，我也要见他呢。有趣，你灾变后的记忆竟然被人加密了，你到底是谁？他是一个精神控制的觉醒者，要警惕你看到的一切都是假的。那只猫好像不简单，我已经把它从你的身边抹除了。现在你是否有点慌乱？我可是一个4S 级的觉醒者，你知道我通过精神控制杀人，甚至都不用1秒钟。是吗？不过我看现在这毫无想象力的场景，你恐怕是老了，不知道什么幻觉能吓到年轻人了吧？年轻人，嘴硬没有任何意义。难道你就是靠着嘴硬拿下联合军的指挥权的，而不是靠不可告人的能力帮忙？我不想和你废话，今天我来这里是为了连你一起拿下的。这样吧，你不是说杀人都不用1秒钟吗？你拿出你最大的实力，要是你杀不死我，你就得听我的。不可能，只要我不死，联合军是不可能归你的。小菊啊，不是，伟大的世界之主，你在吗？不会因为这点精神污染就不在了吧？残留在我体内的能力还有吗？得试一下。按理说那点能力应该足够应对这个老邓了。世界之主是谁？又是谁在你体内残留的能力？哈奇人呢？不行，不能在。我越是不让你想大象，你想到的只会是大象。放弃吧，让你陷入此等境地，我甚至没有费力气。面对一个精神控制，你还不够格和我斗。把你身上的秘密告诉我，
我可以饶你不死。是吗？既然你已经知晓了我的秘密，而且你也说了，只要你不死，联合军就不可能交给我。那今天只有一种结果了，那就是你要去死。这不可能，没人能改变我的幻境。你意识到的有点晚了吧？刚才那头大象出现，我就意识到我能改变你的幻境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也只能跟你上点强度了。忘记现在的一切，再为你最丰富的循环力经历1000年怎么样？而这1000年对我来说不过是1秒钟，我保证你会自杀的。我们1秒钟后见。哦，对了，对你来说是1000年。你跟着我一起怎么样？看看谁先自杀。这不可能！1000年了，你怎么可能没有一点儿改变？那可是非常美妙的1000年呐，甚至对我来说都不太够。你竟然将痛苦的环境改变成了乐园！但那又怎么样？你再强大，不也是被我的幻境困住了1000年吗？即便是你的能力再强，也不可能杀死我。1个1000年不够，再来10000年怎么样？我可以将你搞得完全崩溃。我早已习惯了永生，而你将会明白这是一个诅咒。是谁？谁在压制我的能力？你真的以为一个小小的幻境能困得住我世界之主吗？别忘了，这能力本来就属于我。我应该叫你教母，还是应该叫你贪婪？这不可能！世界之主已经破碎。我明白了，你像是一个快死的寄生虫一样，躲到了一只猫的身体里。身为欲望的化身，你应该很明白，即便是一缕残魂，也不是这个世间任何一个人能对抗的。我当然明白，我也明白，今天就是我的死期，但我很满足，因为我看到了世界之主这副鬼样子。而且在我死前，我不想就这样，我倒要看看世界之主到底有多大的能耐。不行，什么都可以拿走，但这个不行。你竟然没有我的力量，抗衡住了欲望使徒的精神污染，这人到底经历过什么？欲望的化身是吧？我想问，如果一个人最想要的东西已经没有了，那你的欲望还有何用？你的欲望难道能起死回生不成？不能忘记，不能忘记，妈妈。小丽，不要忘记我。是时候结束这场闹剧了。没任何人会忘记任何事，但没人会记得你。把它放在这里吧。欲望是来自你？也是，也不是。卑微的奴仆，有些事情你现在还不适宜知道的太多，因为你的精神无法承受。但有个好消息告诉你，你现在可以承载我40%的能力了。那我下卑微的仆人，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，我的身份依然不能暴露。但你也看到了，我需要找回一些我丢失的东西。这里是北地，这里有欲望，距离我们最近的是中大陆，在那儿你会找到苦痛。但我不能用你的能力寻找，因为那样会惊到他，是不是？没错，并不是说我没法强制收服他们，那样可能会导致他们的崩解。
这些绝望的情绪将会影响整个世界。我需要你帮我去发现他们，捉住他们。我明白了，看来下一步我需要用到联合军了。如今联合军的记忆已经在欲望凝聚前被篡改，他们不会记得教母的存在。雷静是这里的总指挥，但雷静已经臣服于你。林勇士，你来这里怎么不提前说一声？中大陆现在是什么情况？中大陆现在非常复杂，但我们的情报还是很丰富的。勇士的下一站是要攻破中大陆吗？我们联合军可以出动全部兵力去帮助你。在那之前，我们也许有更好的方法。把那里的情况告诉我。在大灾变后，中大陆沉入了一个巨大的盆地，他们在一个深达数千米的深坑中，外界难以攻破他们，当然他们也难以出来。所以围绕这个深坑，他们建立了一个非常封闭的统一城邦。根据我们的情报，中大陆并不是一个有趣的地方。虽然我们北地被废墟和旷野所困扰，但中大陆的统治者典狱长将那里改造成了一所巨大的监狱。他们甚至向外界招收犯人，收取管理费，并且利用这些人去干最苦最累的制造商品，再向外贩售。那里的百姓和全世界最穷凶极恶的罪犯生活在一起，遭受无数狱警的欺压。勇士，我知道以你的能力很容易进去那里。我们几个大陆的治理者一直对那里的百姓遭遇感到气愤。如今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法，能在不用动用武力的情况下就可以拿下那里。什么办法？前几日典狱长对外发布了一则公告，如果有人能从他的监狱逃出去，那个人就可以拥有这座监狱。你们这些人渣废物！按照以前的标准，是要在飞机接近中央湖泊的时候把你们投下去。但是我太痛恨你们这些人渣了，所以我决定提前投送，在1万米的高空掉下去。你们能不能活得了，就看你们的造化了。不要，说好是来坐牢的。你杀人的时候，对方求饶，你放过他们了吗？我不是宅犯，我只是偷了点东西是哪个傻缺在这里就往下扔人的？在这附近扔人会吸引死人鸟的，赶紧关闭舱门！救救我！你也来试试如何？准备好体验刺激的项目了吗？微微的奴仆，这一路你都在享受我的眷恋，是时候考验一下你了。我将暂时收回你的能力，希望你自己想办法掉入深坑的中央水池中。我去，你这只贱猫，越是麻烦的时候，你越找麻烦。我知道你对我有诸多抱怨，但这次我真的很享受飞翔的感觉。一只猫一辈子能飞翔几次呢？卑微的奴仆，由于刚才确实很刺激，我可以暂时忽略你对我的不敬。没想到这辈子真的有机会体验越狱的刺激。世界之主，这个陷阱可是你自己跳进来的。你以为欲望在死前没有告诉我吗？你真觉得你能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杀死我吗？为了迎接您的到来，我做了万全的准备。想要玩一次大逃杀游戏吗？现在我宣布，中央大陆监狱首届大逃杀游戏正式开始！你们其中只要有任何人杀了我面前这一人一猫，就可以立刻获得自由。而你们想要获得胜利，需要杀死这监狱里全部的犯人，想办法逃出这里。我知道你是世界之主，但这层防护罩已经削弱了你70%的。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你早晚会来，而这监狱本来就是专门为你打造的。
既然他都出现了，你为什么不直接把他吸收了？就算你只能3成功力，身为世界之主，难道还干不过他吗？以我现在的能力，贸然吸收会遭到反噬。我如今只剩3成，还要在这里面分你7成，他是无法脱身。所以你身上的能力，我先收回了。伟大的世界之主，虽然您现在能力孱弱，但您的仆人会始终对您不离不弃。求您不要在此放弃您的仆人啊！卑微的仆人，你的忠心我从未可见，就连敬畏也时有失误。你内心认定自己是主人，现在不过是怕死亡才来求饶，我为何帮你？我当年欠一屁股债，自己都吃不上饭，还给你买猫罐头，你忘了？我宁愿打白条给你买最好的猫粮，也不让你吃劣质的，你忘了？我的屋那么小，2/3的猫抓板和猫爬架，你忘了？我对你的照顾，天地可见，我怎么知道你是世界之主？大家分头结党，他们逃不出这里。又来新人了，过来，让我仔细看。你是谁？我在这里待了好多年了，我一把老骨头早就厌烦了上面的纷争，在这里躲个清静。来，小家伙，来吃点儿。不是世界之主，你竟然会吃一个破老头的东西？你不会已经被蛊惑了吧？小菊，你不会说话了？这老头不会给你下药了吧？想必这是一只灵宠吧？但你知道吗？这监狱里的水也不一般，而是专门针对猫的。一般的猫掉入水中便会直接丧命，而这只不一般的，虽然没有丧命，却暂时也无法再改变形态了。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？也许是他吃了你的东西才这样呢。你若信我，我可以帮你照顾他几天，让他慢慢恢复过来，而你要只身去完成这一次游戏。你想杀我，不如痛快点，反正我已经很累了，我更不可能杀光外面所有人。我要是想要伤害你们，你们已经死了10000次了。你若想完成这个，不一定非要杀人，他们杀你的目的是渴望自由。你若是能给他们所有人自由呢？我也想，但我哪有那种能力啊？我这里有一个情报，或许可以帮到你。真正的痛苦不是看到的，而是内在的，你需要用心去听。那是什么？痛苦的源头。被困在这里的人，真正痛苦的不是肉体，而是他们被锁起来的灵魂。你的意思是，我去解救他们的灵魂，就能让他们获得自由？但你能不能抵达那里，我就不得而知了。毕竟你灵魂的一部分也在那里，越接近，你就越能体会切实的痛苦。有趣，这是一个容器，能一定程度上帮你吸收痛苦，但它也会慢慢将你变成容器，你要小心。看来小菊已经虚弱到没法让我使用能力，这是唯一能让我有些特殊的东西了。又绕回来了吗？我有确切的消息，那人去了下水道。鉴于你们所抓捕之人非常狡猾，现在大逃杀规则修改，你们可以杀死任何人，最后活下来的3个人即可获得自由。不行，我必须离开这里。是你自己进入那痛苦回廊的，就别怪我让痛苦来得更有力些。希望是最痛的痛苦。现在你看到了希望，但你阻止不了自己走向深渊。
不，不要进去！一旦你进去，你将被彻底吞噬，再也走不出这泥潭。他不是灵魂，他是肉体。他的灵魂在那里，不要让他融合自己的灵魂，不然他会逃走的。带我们一起出去！你承受不了这么多痛苦，你的灵魂将会消散在希望里，你再也出不去了。不能拿走那个！你对我的能力一无所知，我现在要把你无知带来的痛苦全部还给你。带我们离开这里。我们身上的苦痛锁链都连向同一个地方，但即便我们顺着锁链找去，也会迷失在痛苦里。而这就是离开这里的方法。那是毁罪钟塔，那是禁锢这些灵魂的源头。那里的钟每天都会敲响一次，让我们痛不欲生。然而今天却已经敲响过3次。据说，当钟声1天内敲响12次，所有的灵魂都会永远困在痛苦里，再无法离开。大家跟我一起！这是今天的第9声钟声，我们不可能赶在12声钟声之前到达翡翠钟塔了。不能灭！小菊，何必呢？为了一个人类。关闭它，我们的灵魂就能获得自由。
除了溃散，你没有其他的结局。就算是死，也不能当个怂鬼。还有最后一声钟声，要是我们守住，或许还有希望。哼，一群蝼蚁还妄想与我对抗，都死吧！最后一声，坚持住！卑微的奴仆，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。小菊，有时候痛苦让人沉沦，但有时痛苦的也是力量。你已经吸收了足够的痛苦，用痛苦去击碎痛苦吧。很好，但这又怎样？这是我的地方，你始终没能离开。你束缚了他们的灵魂，所以才没人能越狱离开这个地方。但是现在，我已经让他们灵魂自由，你输了。我没输，你还在这里，你没能离开。你的自由只不过是奢望，我有1000种办法把你永远困在这里。你已经输了。这个年轻人给了他们真正自由，他们已经逃出了你的牢笼。没有了那些痛苦的来源，你能力还有多少？我不允许你出现在我的面前，你这无能的混蛋！被痛苦影响了这么多年，难道你都忘记了你自己真正的灵魂了吗？我没输，我没输！食神时空者让这里变成了人间炼狱，现在是时候我重新控制回这个地方了。很好，作为世界之主的我，见到你的迷途知返，是我很乐意看到的。我将一点点痛苦的权柄赋予你，让你继续看管这所监狱。只不过这所监狱从今往后不再是制造和收集痛苦，而是让这里的犯人替这乱世中的人承担痛苦来赎罪。愿意履行世界之主的意志。卑微的奴仆，请将我的力量还给我。我之前身上出现了一些纹路，那是因为你的项圈吗？并不是，其实你并不是没有觉醒能力，那就是你的能力。那是什么能力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你能承载我的能力？在你自己的认知里，你明明就是普通人。你的能力非常特殊，更类似一个容器。你本身没有特殊能力，但你能承受这世界的一切呢，甚至是刚才出自我的痛苦之力。如果那些痛苦放在别人身上，他早就灰飞你。不仅仅是我的能力，甚至是
我没有想到你竟然如此之快就有个人想见见你。虽然当我第一次在碎片中看到你时，我不认为你有什么特殊，但你解放了这里，我不得不承认你还有点能力。你是谁？碎片又是什么东西？我是注定要拯救整个世界的人，这是我的破晓组织，只有我能阻止那菜野。哼，好大的口气，不知道还以为世界之主来了呢。你作为一个时间异能觉醒者，我的时间是很宝贵的。我没有时间跟你废话。我不仅可以操控时间，我还能看到未来。虽然那些未来都是些碎片，但是我很确定，我看到了自己整个世界的方法。什么方法？我不能告诉你，不然会影响既定的未来。现在时间节点已经来到了这里，我必须找到，然后进行下一步。我为什么要配合你？你会的，因为这就是既定的未来。这人靠谱吗？很不幸，根据既定的命令，无论我们怎么挣扎，都会走向他看到的未来。你最好能拿出点有说服力的东西。把东西拿来。这是大灾变爆发后人类第一张完整的世界地图。你不要说，这东西也是你从未来碎片抄来的，怎么能保证其准确性？我已经验证过很多次，非常准确。就算不准确，你有更准确的东西吗？南极的危机已经爆发，如果你有更好的办法，可以拿出来。如今的南极被血红的坚冰覆盖，我在未来碎片中看到过，那里与灾难爆发的源头有着重要的关联。至于是什么，我不能说。不久前，我们接到海底之城的求助，那里被某种奇特的潮汐所侵蚀，里面的人开始互相残杀，极度不正常。而且根据联合军所探测到的波动，那种潮汐是因为南极一种特殊的频率所引发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必须同时解决2个地方的问题。没错，海底之城如今面临崩溃，我们必须前去解救那些还保持正常的人类。而想要彻底解决海底之城的问题，就需要同步搞清楚南极所散发的频率到底是什么。这些与神石有关吗？海底之城的问题听上去应该来源于仇恨神石，而南极的问题目前无法确定，因为那里的情况比较复杂。那我们应该去哪一边？是要同时解决没错，但我的未来中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。什么现象？我能意识到这次任务是同时开始的，但2个地方却都出现了他的身影。这位姐姐，你除了能让时间变缓以外，你能让时间倒流吗？看来你做到了。请问你们来自多长时间后？10分钟后。也就是说，我10分钟后学会了回逆时间的能力，将你们送回到了这里。但这个逻辑是不对的，因为就算我把你们送回到10分钟前，一个时空也只能存在一个你们，因为再过10分钟，他们就会被送走。送到10分钟后，并非如此。我们总是认为时间不是线性，就是分叉的平行，但其实不是这样的。假设这是10分钟后的那次回逆，带回了一个多出来的我们2个，这就成了一个既定的事实。就算我们没有在10分钟后将另外的我们送回来，这2个人也不会消失，因为这是一个独立于线性时间外的事实。虽然在我们看来，本来应该发生的事情没有发生，但并不是没有发生，只是发生过又转回来了而已。如此一来，就多出了另一组我们2人。那这多出来的你们，岂不是可以永远存在？我们不停地复制自己，不就可以打造出一支军队？并不是，如果传送回来是你，你就会明白，我现在和10分钟后的我可以完全共享想法和一切。它更像是一个分身。根据能量守恒定律，我们只不过是将自己的一半能量发送到了未来，然后从未来拿了回来。只要我们愿意，仅凭意念便可以将这部分能量融合回自身。我知道你很困惑，但请你先别困惑。说到底，无非是让你从未来把我们一半的能量传送回来而已。无论怎样，咱们现在可以兵分2路，这不也是你未来碎片中既定的事实吗？就在前面。
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，这里面一定有无数的昆虫。恐惧的能力非常特殊，它其实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攻击能力，除了散发恐惧，但是能战胜恐惧本身的人却很少。你想到了什么？没什么，这里面有恐怖的能量，你只需要记住一切都是假的，不然你会迷失在里面。前进！竟然是这里，这好像是远古的战场。大灾变过后，这座城市沉入了海底。巧合的是，其中大部分居民也因此获得了水元素的相关能力，所以他们一直生活在水下。那个所谓潮汐在哪里？是仇恨的力量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你可以吸收这些能量。来了，就是这个。这是什么？现在可以说了吗？我也不知道它代表着什么，让我看到你被它吞了下去。流星巨兽，原来是他吞噬了恐惧神使。减缓时间，定住他。你必须想办法吸收这里的恐惧，不然我被仇恨控制了，杀死我，不然我会杀死我的士兵。把你的仇恨发泄给我，毕竟比起你的士兵，你最恨的应该就是我。这奴仆倒是有点上道了。我做了什么？没事的，你们用仇恨攻击我，不仅不会伤到我，反而会增强我的力量。毕竟我现在吸收的仇恨已经比肩仇恨本身，而这座城市的异常根本不是来自外部的潮汐，而是那座熔炉。不错，又是一个惊喜，竟然将另一个身体的仇恨借来了这里。击败恐惧最好的办法就是仇恨。我为什么要怕你？难道我还要让你一次次的伤害我吗？我已经不是那个从前任你摆布的孩子，这一次我要亲手杀死你！那就是仇恨神师所在的地方。你的分身怎么样了？到达哪一步了？我们来到一个地下空间，那里是不是有一个燃烧着火焰的石柱？没错，你之前见过了。我不知道如果我改变了未来，到底会怎么样。但今天你救了我，我不想你死在那里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会死在那里，而那里也会崩塌。整个世界的末日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而我已经准备好了最好的计划，只有真正的末日开始，人们才会相信我。而我能做的，也只有拯救他们一部分。我是怎么死的？眼睛，巨大的眼睛。那个石柱到底是什么？巨大的眼睛又是什么？
仇恨神识很特殊，仇恨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情绪，而深层则是利益，是混乱。一旦我拿到那颗神识，整个世界都将反抗我，因为我拿走这混乱最重要的东西。这也是为什么这颗神石被隐藏在如此隐蔽的地方。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？这个世界将因此彻底毁灭。卑微的人类，如今的世界和毁灭有什么区别？你们只是在一点点的走向灭亡，因为你们不可能对抗混乱和虚无。如果在这样的时刻都没人敢站出来拼一把，那只有我自己站出来。你是想看到最后2个人在痛苦中死亡，还是想看到即便只剩2个人，他们也能像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一样繁衍生息，再次繁荣？这就是我们冒不冒险的区别。我不想造成毁灭，但如果我不走这一步，人类会注定毁灭。不要把自己说的那么伟大，拯救人类不是你一个人加上一只猫能做的事情。你知道我做了什么吗？我建立了破晓，我打造了方舟。一旦陷入困境，方舟号会立刻启程，带着最后的人类飞向深空，保留最后一丝希望。还有他们，为了帮助世界，跟着我不停地牺牲自己。还有雷剑，还有无数的人。人类能走到今天，不是靠着你。即便你真的有拯救整个世界的能力，但你能有机会用这能力，也是因为所有人让世界走到了现在。你现在还能看到未来吗？我想让你看一眼，现在的未来还和你之前看到的一样吗？未来不是那么好改变的，除非你做出了关键的改变。你看到了什么？我不能告诉你，一点也不行，因为我不想你再改变一点。我不知道你做了什么，你只管去做，但不要改变，一点也不要改变。我或许有个办法能让你拿到神石，却又不惊动这世界的窥视。什么办法？先把仇恨神石保存在我的身体内，最后将它放入项圈。无论是谁，只要拿到那块石头，都会遭到窥视。而且那窥视不是你能承受的。这是唯一的办法。怎么，你难道开始可怜你卑微的仆人了？或许可以试试，但你要做好准备，因为你一旦将石头放入体内，混乱会开始慢慢侵蚀你。如果在你被彻底侵蚀前，我们没能集齐所有的神识，你的下场只有死。不过，我还有个方法能帮你更多压制混乱。我会给你一部分仇恨神识的权柄，让你能稍微掌控它，但你也会慢慢失去自己的性格。顾不了那么多了，只要能让世界回去以前的样子，我省了。他不要命了吗？他会被活活烧死！这是他自己的选择。他就这样死了？可以撤退了，这里的事情完成了。什么意思？你忘了，这只是我们的分身，只是我们一部分的能量。虽然这部分能量死去了，但是我们的本体还有能量，不会有尸体。看来你已经顺利拿到了那块石头，但真正的危险才刚刚开始。都不要直视太阳！
江城似乎出现了些问题，咱们这就赶回去。你现在可以使用我一半的能力，而我的能力也更加强大了。我暂时授予你混乱之主的权柄，帮助你控制你体内的仇恨神识，但我们必须加快脚步了。这里发生了什么？应该是赤日睁眼的事情，让某种献祭发生了。看来这个城主就那些外神的信徒。有人想用这样的献祭仪式召唤巨眼再次降临。到底是谁？你说呢？这江城里还有谁有这么大的能耐？还不是你找来的那个梳毛官？微微，还应该被标记过。巨眼的睁开，彻底激活了他身上的标记，让他开始进行献祭。微微，停下！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当然，是魅惑术，他正在魅惑整个城的人都去献祭。这种小角色的小伎俩，还需要我世界之主亲自动手吗？就等着你的圣光呢，不然谁给我点燃这亵渎之火？这个也在你的预料之内，并没有，这是亵渎之灵的巨手。没想到这个祭祀能引来这样的东西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我不能出手，巨爷已经苏醒，我一旦出手就会遭到注视。反正你有我一半的能力，你随便乱杀。我是容器，连世界之力都能容纳，可何况你们？根本就杀不完。亵渎之灵，是谁让你在这里乱吃人的？真他妈的恶心！老大，有发现！这是来自日陨之谷的东西，相传那里是旧日陨落的日，这些旧日碎片有着特殊的能量。看来这赤日正是借助那些能量才孕育出这些怪物。日陨之谷
那是这世界所有势力都不敢涉足的地方。为什么？你也听小菊说了，那里有着特殊的能量。我们以前并不知道这些，只是因为那里有着太多的怪物，根本无法靠近。对了，小菊到底是谁？她怎么什么都知道？我也有这样的疑问。呵呵，他是我的仆人，我们在大灾变前便已经认识。他觉醒了博学者天赋，所以什么都知道。还有这样的天赋？当然。那我们还要去日影之谷吗？方舟计划进行倒计时，请各位做好准备。5天后，若灾变情况持续恶化，请各位前往最近的抽签处。抽中方舟计划船票的人，可以自愿选择进入深空，寻找新的家园。他能带着这些人找到新的家园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总得试试。飞船上的物资可以让上面的人生活10多年没有问题，然后上面还有种植系统，可以形成一个自循环。以前旅行者1号是孤独的自己飞向生，这艘飞船可以让人类在上面繁衍，直到找到新的家园。但谁也说不准会出现什么故障，但保留一丝希望总是好的。我的队伍已经准备就绪，明天就可以出发，前往日陨之谷。很抱歉，这次没法和你们一起前往。随时做好准备，一旦世界出现问题，随时将人们带离这个鬼地方。里面有着太多未知，按照计划，你等在这里，能让我有一个撤离的希望。这一切不过是意识的投影，并不是真实的。妈，多亏了我吧，我让你早点来看病。这不，人家医生说了，要是拖着不治，很容易造成严重的后果。都是吓人的，医院不吓你，怎么挣钱？要是我当年早点带我妈看病，也许她就不会。一切过往都能找到合适的理由，让自己相信自己能做得更好，但其实不是这样的，人只能活在当下。我已经确定这是虚妄的幻境，虚妄是最擅长构筑美好，然后让人无法触及的存在。不要沉浸在这里面，因为虚妄会让你满足的死在虚无的荒漠。如果一切都是根据我的内心来铸造的幻境，或许我可以操控它。你忘了吗？我们可是在教母的幻境中待过1000年的存在。幻境竟然启动了防御机制，也就是说，迷宫的终点就是他最想隐藏的东西——虚妄神石。但是最棘手的问题来了，为了阻止你拿到这日陨之谷，会让真的怪物来阻止你，它很有可能让你分不清哪些是真实，哪些是虚假。别忘了，我可是混乱的化身。就是那里，虚妄神石！不要忘记，这些迷宫的石墙不过是坏墙。想要杀死真正的怪物，需要用真实的东西。这也是幻象？那就是虚妄神石，但虚妄的东西是抓不住的。
那我应该怎么办呢？如果你不想要它，它反而会变成实在。这不可能！当你不去想大象的时候，你脑子里出现的第一个就是大象。我确实不想要这石头，因为算了，给你说了你也不懂。一切都是现实，到你发挥的时候了。不错，以混乱之力融合我的能力，造成这种毁灭式的打击。难道我们来日陨之谷的目的就是寻找这颗虚妄之石吗？日陨之谷是大灾变的源头，还记得那具眼吗？他窥视着我们，并不是要怎么样，他很简单，他饿了，想要吃掉我们整个世界。它到底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只是看透了它的本质。它是来自深空的外神，想要吞噬我们。它吞掉了太阳，获得了能量。在它想要吞掉我们的时候，这个世界的一些反应机制开启。为了能压制原始的欲望和邪恶，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些存在，释放了原本被压制的属于这个世界的欲望的邪恶。以毒攻毒？没错，我也是其中之一，只不过过程出了点问题，最后我一个人承担了所有，现在也只剩下我了，所以我真的就是世界之主。我们释放的这些负面欲望，成功的吸引了那巨局域，此靠近将它封印。我已经沉寂了许久，终于找到你，可以帮我吸收这些负面的欲望，将它变作我的能量。现在只差最后一个，也是最关键的一个，因为这个一旦解开，我不知道我们到底将面对什么。那个是什么负面欲望？那就是巨眼最原始的欲望——饥饿。在大灾变开始前，我与世界上其他伟大的存在将它封印在了枯竭巨井之中，就在这日陨之谷，并且通过虚妄来伪装，让巨眼无法靠近。我想现在是时候拿回来了，让我吸收了那巨眼全部的能量，也许我就可以对付它。介绍一下自己，我不是什么巨眼，我叫做赤瞳。我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复杂，我就是一个被欲望和饥饿驱使的存在。请相信我，我吃掉你们的文明没有任何恶意，你们却分解了我，阻止了我。是的，我已经认出了你，那只幸运的猫。若不是当时我与你的守护者激斗，忽略你，我是不会让他们在最后关头将重要的东西送到你的身上。他们也是没有选择，只不过你刚好在附近而已。而你要明白，你的猫成了载体，而你则是容器。一旦你死去，一切都会回到我的身上，而你如果不死，也不过是一个会被不断侵蚀的耗材。还有第三种选择，那就是杀了你。来了，真正的末日来了。如果我们能拿到最后一块神石，就有翻盘的可能。而现在，人类必须撤离了。没人能在巨眼的注视下活过3天，所有人都会疯。虽然他无法吃下地球，但地球也会失去规则。最后一块神石在哪里？既然对方已经找来，我也没有必要隐藏自己的实力了。缩地成寸。下面就是饥饿神石，它会吞噬靠近它的一切，甚至是那巨眼和我。那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能对抗它，那就是你。你是容器，你必须容纳饥饿，但我无法告诉你怎样做，因为我也不知道。等我回来。仇恨和混乱
会让你闹肚子吗？终于全了。我现在是真正的世界之主了，我能感受到整个世界。那我们应该怎样阻止那居眼呢？太阳并没有被毁掉，它躲在太阳的背面。我们必须去一趟太阳，让它当面对质。去太阳？没人能靠近太阳，你现在跟我走，还来得及。我们同时出发，说你们能看到明天的太阳就回来，要是看不到就前往深空。你真的确定了？你要去太阳？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，就算我们同归于尽，就算我们炸了太阳，只要那巨眼被杀死，我们人类无论到哪儿都有希望。但如果那巨眼存在，难道我们找到新的家园，他找不到吗？雷金，我有一艘飞船，是近日探测飞船，但如果你能引动雷霆之力帮我淬炼一下外壳，那么它能更接近太阳。没问题。我们要怎么对付这么大一只眼睛呢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我觉得它虽然大，但是形态其实很糟糕。你想，它不过是一只眼睛，眼睛是最脆弱的器官之一。如果我们扎一下它，它会怎样？哦，除了这个，或许我们可以使用激光照射。但是它会躲到太阳的背面。它的能量是什么级别的？玄烨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还记得那次你让我去看未来吗？你到底看到了什么？我所看到的一切，如今都已经发生。但是在这之后，我看到了我在你们的飞船上。虽然这些只是碎片，我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，但是我还是来了。因为在这之后还有一个碎片让我很感兴趣。什么碎片？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。谜语人去死！小菊，你对那巨眼的能量级别有概念吗？可能与太阳差不多。如果能有太阳一般的能量，也许我的计划可以做到。什么计划？但我需要你的配合。你能做到将它彻底激怒，将它释放出最大的能量，然后你吸收那能量吗？我是吸收过不少能量，但我的设定好像是主要吸收地球物种的能量。你让我吸收一个不知从哪儿来，而且至少恒星级别的能量，我不知道啊。我知道就行。你知道多少？我活下来了吗？你活没活我还真不知道，但你要是按我说的做，别人活下来的概率会大大增加。飞船马上就要到达极限了，剩下的路，也许
你得自己走了。你确定让我暴露在太空中，还要让我接近太阳？我一个凡人能受得了？有我的能力，没问题。你已经在巨眼那里知道了我的故事，我不过是机缘巧合诞生的产物，而你却实打实的是靠自己觉醒成一个合格的容器。希望你能装得。收到足够的能量后告诉我，我告诉你下一步要怎么做。这是我为你创建的白曜通道，可以帮你顺利通过日冕风暴，直达太阳的核心，那应该就是巨眼存在的地方。这也太热了，只能吞噬太阳在我周围的能量了。我佩服你们人类，竟然真的找到了这种地方，但这又有什么用呢？你甚至无法面对真实的我，只能让我以这样的虚影和你竞争。你们太渺小了，渺小到不配知道真相。是吗？既然我们如此渺小，你这样看不上我们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愿意盘踞在这太阳上这么长时间？甚至在今天之前，你都不敢看我们一眼。你在害怕什么？你为了你口中如此谦卑的存在，竟然愿意等待这么长时间，这合理吗？哼，也许时间对你们来说很是宝贵，然而对我来说，这一切不过是瞬间。我真的很喜欢看你们这些蝼蚁般的存在，那种自大狂妄的样子。用如此卑劣的猜忌来衡量我的想法，但也到此为止了。你来到这里做不了任何事情，只不过是换一个地方，看着自己的种族和自己一同灭绝罢了。你的废话有点多，真想看看你这个简单到只有一只眼睛的低等生物如何毁灭我的种族。为什么还不动手？是不是你根本就没有这种能力？或者说，你的能力都被一只猫给吸收了？你诋毁人类这么长时间，到头来还不如他们的宠物啊！这不可能！你怎么会在操控我的幻境？你的眼睛很大，但看到的东西不多。我经历了太多幻境，根本没有幻境能再困得住我。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用真实的自己面对我，而不是继续从这里玩心理游戏？承认吧，你才是低等种族。脱离幻境，你甚至低等到无法和我沟通。你没有语言，没有完整的身体，只能靠着本能前进，还妄想模仿人类的行为。我甚至感觉和你当面对质都是我的悲哀。我面对的只是一个我们人类身上的器官。什么时候一个低等的存在也敢称我们是蝼蚁了？我看你才是蝼蚁。你太脆弱了，脆弱到不堪一击。你的招式用完了，该我反击了。
我吸收到了他的能量，恒星的能量。还记得你我合力将10分钟后的自己传送回来吗？你想传送整个巨岩，但是我们要把它传送到什么时候？时间的尽头，也就是大爆炸发生的那个瞬间，也是比所有恒星的力量加起来还要强大的力量。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抗衡那样的力量。我现在要将自己时间的力量全部打在你的身上，而你要充当一个信号放大器的角色，将我的时间之力透过你转化为恒星级别的能量，将那巨岩，将它直接传送回世界诞生的那个时刻。开始吧。我刚才做了一个非常强的梦，在梦里你居然成了我的主人，还特别厉害。不过好在你比较有良心，没有忘记我对你的好。你找谁？你是那个大明星？你怎么来我家了？这是在录节目吗？能进去说吗？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？我记得啊，你是大明星，而且你这位保镖也有些眼熟。你对玄烨和雷静这2个名字有什么印象？玄烨，雷静，我们成功了。